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邪淫的人为什么命运不好？佛说42章经中对此有这么一段描述：爱欲之人犹如直炬，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又说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，譬如人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而视之，则有割舌之患。而古人自立的箴言中也有一句说道：求名者因好色欲而名必败，求利者因好色欲而必丧利，居家者因好色欲而家气必荒，为官者因好色欲而官业必堕。犯邪淫者定削福报，犯邪淫者求财不成，犯邪淫者家庭不和，犯邪淫者疾病缠身，犯邪淫者官业必堕，犯邪淫者寿命必短。虽然古人早有箴言在先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物质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思想也更为自由和开放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，不再有严苛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束缚，导致了邪淫之事的屡见不鲜。殊不知邪淫之后的代价有多惨痛。今天小编又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投稿，这是一位邪淫女的泣血忏悔，希望能警醒睡梦中的你。我今年40岁了，一事无成，至今单身。很久以前就想写，把我前面的人生经历写出来，但却迟迟没有动笔。面对往事，总是需要一点勇气。40岁的女人没有结婚，又没有钱，面色蜡黄，也不再漂亮，在亲戚朋友中必定是会被各种看不起。我已经习惯了，反正常年在外，但是父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可以说是受尽嘲讽和内心的折磨，又无处可去，只能默默忍受。父亲因此性格大变，母亲也经常在相邻亲友间抬不起头来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而我今天的命运和邪淫分不开。我从小就长得非常漂亮，年轻的时候长得像明星一样，又漂亮又单纯，所以很讨人喜欢。在我23岁那年，便和初恋领了证。领证的时候，父母虽然不同意，但是无奈我们当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本以为我们的爱情会天长地久，结果不到3年的时间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们离婚了。好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，也没有财产，所以分得很干净。在28岁时重新恢复单身，我感觉我的身心得到解脱和释放，我变得比婚内更漂亮了。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，世界仿佛是我的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可以自由挥霍。但那时的我依然在耐心地等待那个对的人，可是等啊等，却迟迟没有出现。那时候我喜欢看书，特别喜欢看那种描写男女两性关系的文章，教你怎么搞定男人，迷惑男人。他们鼓励你去享受性，大胆体验，并告诉你这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。在看多了这类文章后，我就在想，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？一方面是孤独，一方面是好奇，一边等待，一边游戏。大概在3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先后和18个男人发生了关系，绝大部分还都是一夜情。对此我不以为耻，还沾沾自喜。这些丰富的体验让我觉得自己不愧是一个现代女性。虽说3年间我遇到了很多男人，可那个真正想结婚的人却迟迟不来。而我遇到的男人也变得越来越渣，不是结婚了，就是品德恶劣。放纵很容易，但对的人却始终不曾出现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我终于开始慌了手脚，于是花费了大价钱报了一个高端婚介。现在看来，那时候所谓的婚介其实大多是骗局，也可以说市场就是狼多肉少，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茬接一茬，都想找稳重多金优质男。在这种心态下，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人，感觉还可以。很快我们便发生了关系。发生关系后，那男人便开始对我不冷不热了。但是要命的是，我竟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在对那男的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不久，那男的便突然消失了。事情已经发生，我浑身发抖，却又没有勇气来单独抚养，只好选择堕胎。当时堕胎很普遍，看起来也很容易，大不了就重新开始，对吧？但是堕胎后，我的身体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时常头痛，记忆力衰退，身体开始四处漏风，即使吃了很多药，看了很多医生，也没有什么作用。
同时，我工作上也变动很大，从最初一份高薪又舒适的工作跳槽到后来，不仅辛苦，还钱少。最重要的是，工作不管怎么努力，总是被领导同事看不起，还受欺负。工作得不到认可，总有人当面背面搞你，处处不顺。那几年简直是生不如死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既然条件也还算好，压力又这么大，为什么不再去找个男人？可能是性格吧，我前面的放纵只是孤独和好奇，可能本质还不太坏，也从没有想过去做小三，去骗男人的钱花，或者迫于压力随便结个婚了事。我始终相信有一个男人一定是属于我的，在我历经千辛万苦后会来到我的身边。但现实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，把我和家人打得抬不起头来。我的母亲哭着求我，父亲横眉冷对。但是我犟啊，没有遇到真心爱的人绝不低头，即使承受再多的苦也不屈服。这些年下来，我算是看尽人情世故，因为人在最低处会看清很多事情。今天我写下来的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，但是真实的生活这一份一份的苦，是余生的每一天每一刻要自己煎熬的。人生就那么几步要紧的路，走错了，整个命运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。那些无关紧要的性体验就这么毁了我的一生，这种痛苦是需要用余生的日日夜夜去偿还的。那时候我有很多疑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这么善良，长得也还算美丽，一个好男人怎么都遇不到，命运怎会如此不堪？生活看不到出路，痛苦如影随形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走进了佛门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当年轻率的放纵，一夜情，早已损害了我婚姻的福报。18个男人，我就是一个不收钱的妓女，肮脏不堪，还质问老天爷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好婚姻。堕胎更是把本就已经破败不堪的福报削到所剩无几。诸罪之中，杀业第一，何况还是自己的亲生孩子。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以为胎儿没有生命，从来没有想过堕胎就是杀人。直到堕胎后，自己身体各种医治不好的问题，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，才知道遭了多大的罪。一个邪淫放荡的女人，凭什么可以感召来忠贞良善的男子？胚胎孕育之际，生命已在萌动，我迫害他人的生命，怎么可能得到健康？我们不信因果，因果有什么时候饶过我们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一定要在最年轻的时候遇到佛法，好好学习因果，让人生在正确的轨道上。我必定要守身如玉。一夜情、婚前性行为，并不是真正的快乐。没有爱的性，怎么会有快乐呢？男女都是好奇，都是空虚，越想要越得不到，越得不到越四处寻找，越四处寻找越堕落。我若爱惜自己，必定不会错过那个深爱我的男子。然而一旦错过，人生就没有回头路。你有真的爱过吗？和真正相爱的人？如果你真的体会过这份相知，这份真爱，就会知道这样的感情值得你守护好自己。你像我这样痛过吗？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羞辱和痛苦，让自己错失良缘，一生孤苦奔波，但愿你永远不要体会。如果你存有质疑，可以搜索相关的文章，都是血泪的哭泣。当年没有这样的人给我指点，这是我今天写出来的原因。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和我当年一样年轻、漂亮、自信、有能力，她们很容易开始一段新关系，不合适就分开，换一个男人重新开始。她们掌握了很多技能，装扮自己和搞定男人。她们很善良，一直很努力，就是遇不到合适的。她们也有疑惑，但是找不到答案。也许可以从我的经历里得到一些思考。婚前性行为最损婚姻的福报，一个邪淫之女感召不来良缘，即使有也留不住，因为不配。不要认为第二天醒来，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。这些黑夜里的事情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人的善恶，老天都有记录。不信，试试去找一个稍厉害的风水先生或者佛教师傅，你这一生的事情，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，何况老天爷？一定要三思，一定要警醒，你就会明白，为何性生活随便的人，遇到的人会越来越渣，生活越来越不顺，
自己相貌会越来越难看。其实命运中的每一份馈赠都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种下什么因，收获什么果，因果之报从来不假。我们欺瞒得了天地，却欺骗不了因果。希望大家敬畏因果，多行忏悔，消解邪念，心存正念，清净身心，多为自己积德积福，心净业善，福报自会显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